在刚刚过去的2023年，阿根廷公共债务的总数已达到3940亿美元。从数据上讲，如今平均每个阿根廷人都背负着近1万美元的国际债务。为了缓解国际债务带来的利息压力，过去20年间，阿根廷政府使劲解数。然而，除了让阿根廷本币疯狂贬值数百倍，以及债务越滚越多之外，阿根廷政府的种种行为没有让公共债务的状况出现一丝好转。可是，作为农业大国与出口大国，阿根廷人本不应该依赖进口度日。阿根廷政府不仅不应欠债，反而应该因出口经济积攒起大量外汇。为何如今的现状与阿根廷本应所处的位置正好相反？想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得好好了解一下一个正常的国家究竟是怎么欠下天价债务的。在上一期中，我有讲过，虽然阿根廷是靠着外资发展起来的农业国，不过凭借潘帕斯草原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阿根廷人在当时的生活也算有滋有味。在20世纪初，他们的生活水平也确实超越了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实际上，阿根廷一直以来都是距离饥饿最远的国家。在最新的数据中，阿根廷的粮食自给率高达230%。然而，这样一个先天条件优越的国家，如今深陷债务陷阱。政治制度其实是阿根廷在近100年来面对的根本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远离战争的阿根廷成为了欧洲移民们梦寐以求的天堂。然而，此时阿根廷农业已经度过了野蛮发展时期，阿根廷的所有土地都有几千个大大小小的地主瓜分。许多外来移民在来到阿根廷后，直接变成了游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周围的无业工人。为了给自己的生活寻求保障，这些无业工人开始走上街头，追求政治权利。自30年代开始，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政局动荡成为了阿根廷的日常。随着胡安·毕隆这位民粹主义政客的上台，一种名为毕隆主义的思潮开始在阿根廷流行。毕隆主义缝合了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内容，虽然本质是其百家之短，但是却被毕隆本人包装得非常漂亮。毕隆主义的核心有2点，其一为经济独立。当时阿根廷全国都意识到，外资主导的阿根廷经济是趴在阿根廷人身上的一只吸血怪兽，因此毕隆主张直接没收英美的资本，并将其国有化，同时扶持阿根廷本土替代工业，减少阿根廷对外进口。毕隆主义核心之2是社会正义。针对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问题，毕隆给出的解法是出台一系列劳动者保护法律与福利待遇，通过大水漫灌式的福利发放，给所有阿根廷人一个最低保障。从表面上看，毕隆主义对外收回了阿根廷的经济主权，对内将发展成果分享给了阿根廷人，他的改革应该是卓有成效的。然而，毕隆主义的本质实际上是寅吃卯粮与杀鸡取卵的结合体。为何？因为毕隆改革忽略了一个必要的步骤，那就是土地革命。毕隆之所以能上台，靠的就是毕隆主义对底层的一部分分红。然而，毕隆本人作为一个民粹政治家，他没有军方那样的暴力背景，也没有什么政治根基，因此在毕隆主义对阿根廷进行政治改革时，根本无力改变阿根廷最基本的经济逻辑，那就是土地的高度集中。不管是在19世纪末还是毕隆时代，还是今天的阿根廷，10%不到的人掌握阿根廷90%的土地，一直都是阿根廷的基本国情。作为一个以农业出口立国的国家，土地才是阿根廷的核心资源。然而，毕隆在不对地主动刀的情况下就进行改革，导致了许多直接后果。首先，毕隆虽然没收了数量众多的英美资本，然而他之所以没有招致英美势力的反扑，是因为这些资本大都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周边服务于农业的轻工业工厂，以及一部分用于转运粮食的铁路。这些资产被国有化，并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欧美对阿根廷农业的敲骨吸髓。其次，毕隆在国有化外国资本后搞出来的阿根廷国企，打的都是替代进口产品，为阿根廷节省外汇的旗号。暂且不说这些阿根廷国企在以后机构冗杂、效率低下的问题，作为一个小国，阿根廷实际上没有能力搞完全的进口替代。毕隆发展阿根廷国企，就需要从国外进口原材料与机器设备，生产出来的产品无论是质量还是价格，短期内相对西方产品都没有优势。因此，毕隆在执政后大搞进口替代工业的结果，反而是工业化越快，阿根廷向外进口数量越多。阿根廷国企的唯一作用就是为大量阿根廷人提供一个形式上的就业。毕隆的工厂开得越多，阿根廷政府倒贴的钱就越多。雪上加霜的是，这样的经济模式还要配上一个为全民兜底的福利制度。不出意外，毕隆主义实行没多久，毕隆政府的金库就见底了。
而为了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毕隆的做法简单粗暴。他一方面疯狂印钱，拆东墙补西墙，另一方面开始对外大量举债。这套做法是不是很眼熟啊？这就是日后阿根廷债务的源头。不过很显然，借钱只会让债务越来越多。到毕隆的第2个任期时，阿根廷年均工资增长只有 30%， 而物价上涨幅度则超过 50%。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毕隆不满。而为了解决经济问题，毕隆又开始开倒车，准备重新接纳美国投资者投资包括阿根廷南部油田在内的一系列国家资产。毕隆的慌乱让阿根廷内部的野心家们看到了机会。1955年，阿根廷军队联合天主教势力发动政变，将毕隆赶下了台。可是，在军政府建立之后，为了不招致工人的不满，他们也从未敢对福利制度推倒重来。最终的结果就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政治乱象在继续，而没有基础的福利制度则继续趴在阿根廷执政者身上吸血。客观来说，阿根廷的家底确实非常厚，即使毕隆主义在阿根廷执行了20多年，阿根廷依然能在上世纪70年代保持基本的收支平衡。但这种收支平衡的代价是通货膨胀永远快于工资涨幅。从长期来看，阿根廷人的生活水平在稳步下降。因此，不管是再度上台的毕隆本人，还是卷土重来的军政府，在不改变土地制度与福利制度的前提下，都无法彻底解决阿根廷的任何经济问题。随着压力的积累，阿根廷人对政府的不满也越来越多。到70年代末，为平息民众的怨气，加尔铁里军政府开始试图通过战争转移注意力。然而，事实证明，在马岛战争中惨败的加尔铁里是在玩火自焚。随着阿根廷在马岛的驻军向英国投降，加尔铁里也不得不引咎辞职，甚至没能躲过牢狱之灾。可是，加尔铁里虽然走了，但阿根廷的问题不仅完全没得到解决，反而因战争而背负了更多的债务。随着1982年债务危机的全面爆发，阿根廷也跟随许多同样陷入债务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一起进入了失去的10年。而为了走出失去的10年，新的阿根廷民选政府还是决定在无力改变阿根廷土地集中现状的前提下，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1991年，阿根廷经济部长卡瓦略的兑换计划正式实施。兑换计划只是90年代阿根廷经济改革的一个剪影。新的阿根廷政府完全反毕隆之路而行。为了为新政府凑齐改革的资金，阿根廷开始将毕隆在当初建立的国有企业纷纷私有化。这波私有化浪潮虽然为阿根廷政府带来了大量现金，但阿根廷的失业率从此开始彻底失控。同时，私有化资金是一笔买断费。当这笔钱花光之后，为了为失业工人支付福利费用，阿根廷政府开始大量举债。从1992年到2001年，阿根廷总债务规模达686亿美元，飙升到1520亿美元。但因为此前的兑换计划断绝了阿根廷政府印钱偿还外债的手段，阿根廷的债务状况开始持续恶化。最终，阿根廷债务危机在2001年彻底爆发。为了帮助阿根廷走出困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头对阿根廷提供援助。但因为阿根廷债务的债主都是西方列强，因此这种所谓的援助永远是拖时间的手段，而非解决问题的方法。阿根廷想真的从债务陷阱里走出来，自然也是镜花水月。实际上，早在1992年以后，阿根廷比索对美元就已经有了黑市汇率，美元在事实上也已经取代比索，成为了阿根廷国内最流行的货币。100年过去，阿根廷还是那个阿根廷，潘帕斯还是那个潘帕斯，但阿根廷富饶的农场同普通的阿根廷人毫无关系，而富裕的阿根廷人也没有动力与必要去发展阿根廷本土的工业。只要无法改变阿根廷土地资源集中的现状，那么阿根廷政府就永远无法从债务陷阱中脱身，而普通的阿根廷人也永远无法体会到阿根廷农场主的快乐。2023年12月，号称阿根廷史上最极端的总统米莱宣布就职。他能否为已丧失希望的阿根廷带来转机，还请拭目以待。